三人聚餐就算拉帮结派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2025年中国现实的缩影。饭桌如今成了政治地雷区，筷子未动，帽子先飞。随着新一轮禁酒令席卷全国，官员饭局几近全面叫停，地方政府层层加码，严令禁止公职人员在任何非公务场合饮酒，连几人一起吃饭都成了罪证。有网友讽刺，一个人吃饭是享乐主义，2个人是乱搞关系，3个人就是拉帮结派。更有甚者，在某地某国企，员工被明令禁止与其他部门同事共进午餐，哪怕是一起在食堂吃饭。你没听错，不是高档餐厅，也不是请客吃酒，而是食堂吃饭都不行。中国的饭桌政治正经历史上最严厉的清洗。但饭桌的消失，不只是体制的整顿，更像是一场对中国经济虚假繁荣的精准捅刀。导火索来自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，这次不再玩虚的，条例写得清清楚楚，工作餐不得提供香烟，不得提供酒水，连带国企、事业单位一并纳入监管范围。随后，地方反应迅速地向开会抄答。安徽郭阳2名银行经理在面馆吃客户买单的面，被罚3000元。山东公务员3人中午吃火锅，被全体警告处分。安徽公务员下班回家路上被查酒精含量。武汉某国企禁止跨部门人员同食堂吃饭。甘肃公务员被勒令背诵20条禁酒聚餐的清单，否则上报处理。多地更是创新治理，延伸出每日酒测单位全员签订禁酒承诺书、聚餐连坐制等手段。中国官场终于吃出了人命，也吃没了自由。一纸禁令下，7家白酒股暴跌，飞天茅台也难保身价。官员饭局不在，受伤最深的是那些靠着体制内消费过活的行业。据2025年6月17日中国财经媒体报道，新禁酒令落地当天，7家白酒股集体暴跌超过10%，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全部中枪。根据中国酒业协会6月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酒类市场报告，60%的白酒企业利润同比下滑，超过一半的经销商和零售商处于亏本经营状态，40%的零售商现金流不足，资金链断裂风险高。高端白酒批发价全面下跌，飞天茅台跌破2000元瓶，比年初便宜300多元。别以为这只是白酒业的危机，这跟饭桌骨牌一倒，整个灰色消费链条都塌了。餐饮业，河南信阳星级酒店纷纷转型街头摆摊卖炒粉、卤肉饭。辽宁某酒楼经理称，禁酒令比疫情还严重，官员不来了，饭桌没人了。根据美团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以来，全国高端餐厅客流量下降超过43%，预订量环比暴跌59%。代驾行业，一个晚上能接3-4单，现在3-4天接不到1单。多地代驾师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，再这么下去，只能去送外卖。旅游与会展，大型会议旅游、官员团建取消潮来袭，广州、三亚、杭州多个5星级酒店会务订单大幅取消。烟草业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的香烟零售公司销量同比下降14%。在湖南、湖北等香烟重省，县级烟草公司发文要求加强管控客户赊账，防止全面断供。看清楚了吗？一个禁酒令不是打击腐败饭局，而是正面撞上了一个个依赖权力消费的行业。问题的关键不是酒，也不是吃饭，而是整个经济过于依赖权力消费。过去10年，高档烟酒、公款吃喝、会议旅游体制内福利形成了巨大的权力消费圈层，这些并非市场需求，而是政策、制度和关系堆积起来的伪需求。茅台曾经一瓶难求，并非大众消费得起，
而是送礼要拿得出手。当国家出面禁止烟酒，其实等于切断了整条公款消费链。于是我们看到，白酒塌了，餐饮崩了，代驾瘫了，会展停了，香烟也不香了。所有一切像是被点中了经济系统里最脆弱的神经。这场禁酒风暴不只让公务员不能再喝一口白酒，更让整个中国的吃喝繁荣现出原形。禁酒令落地后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官场如履薄冰。最令人窒息的不是不让喝酒、不能吃饭，而是那种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盯上的集体焦虑。四川公务员被要求下班必须直接回家，安徽办公室实施每日酒精检测，甘肃公务员要背诵20种不能参与的聚餐类型，武汉国企员工不得与其他部门同事在食堂吃午饭，还有人被要求口头复述禁酒条例，否则上报处理。这不仅是饭桌管控，更是全方位的生活干预，是体制对人的细致规训。这种夸张到食堂吃饭都不准的禁令，为什么能在全国一夜之间执行到位？答案只有一个：运动式治理。中国官僚体系中，运动式治理屡见不鲜，从反腐打虎、扫黑除恶到房市限购，现在再到禁酒，中国治理的关键词从来都不是制度，而是运动。用一句话总结，没法长期有效监管，就靠一刀切震慑，搞不定就一哄而上，喊口号、画红线，严惩不贷。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什么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一方面，官员战战兢兢，下班不敢多说一句话；另一方面，真正的问题饭局、隐秘交易、权色勾结早已转入地下，防不胜防。一个国企干部悄悄说：“我们单位现在禁酒。”可领导想喝的时候会说：“今晚是朋友聚会，不算公务。”然后叫司机送到包间，手机一律上交。表面禁酒，实则转入黑暗；表面干净，实则更脏。这不是反腐，而是一次新的表演。禁酒令暴露的不只是体制问题，更揭示了中国经济根基的脆弱。为什么一纸禁酒令能拖垮餐饮业？因为这不是消费市场的自由选择，而是权力主导、扭曲发展的消费生态。过去20年的某些繁荣，不是来自科技、创新和市场，而是靠体制内消费硬撑起来的假象。一旦体制收紧，这种假消费立刻崩塌，带来消费降级、收入停滞、市场萧条的现实。面对公众不满，胡锡进等舆论人物称，禁酒令只针对工作期间，私人聚餐不受限，指责网络夸大其词。但多数公务员吐槽现实比夸张更夸张。条例虽未明文禁止8小时外聚餐，但地方官员不敢不怕，执行者不敢不狠，导致连食堂聚餐都成问题。中国不缺禁令，缺的是常识和真正的制度改革。可以发布禁酒令，但不能用它代替制度治理；可以禁止公款吃喝，但不能让体制内人连家族聚餐都如履薄冰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体制能否建立一套有效制衡、合理透明的公共治理制度。如果体制不改革，禁酒令只会成为又一轮下情上达施针的工具，最终演变为体制内互害。中国的吃喝经济原来真的撑不起明天的繁荣。如果一个国家靠公款宴请撑起高端餐饮，靠送礼撑起酒类销售，靠官员喝酒撑起代驾和旅游，这样的繁荣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禁酒令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病态的现实。疫情3年后还未缓过来的行业，早已不是市场驱动，而是体制寄生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看看2025年上半年经济数据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 1.5%， 远低于预期。城镇青年失业率再度攀升至 19.6%， 全国 PMI 指数连续3个月低于荣枯线。
高端餐饮退租潮席卷一线城市，某高档饭店老板称宁可空着也等不到人。而今一纸禁酒令让这个被权力吊着命的经济泡沫彻底漏了气。过去10年，中国改革停滞，经济内卷，权力管控加码。而这一次禁酒令就像一把钝刀，不割喉却穿心。它斩断的不只是酒桌，更是官民之间最后一点模糊空间。它揭开的不只是腐败，也暴露了一个国家对自由、市场和信任的极度匮乏。如果一个社会连跟谁吃饭都要备案、通报、批评，那他怕的不是你喝酒，而是你活得太自由。这不是禁酒，这是禁掉了中国社会最后一点点烟火气。